你能想到这样的先进武器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吗？你又能想到有一天战争能够实现全部的无人操作吗？冷战早已结束，但武器的进步却一直没有停止。本期节目就来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10种武器。长按点赞，给所长一个支持，感谢大家。第10 B-21轰炸机。B-21轰炸机代号为突袭者，是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美国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于2022年12月2日首次对外公开，预计在2023年首飞，2026至2027年投入使用。B-21轰炸机具有相当的技术优势，其在雷达隐身能力方面完全超越 B-2，载弹量约为13吨，作战半径不小于3200公里，航程达到9000公里。这些基本的技战术性能，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空军设想的将下一代轰炸机用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环境中作战，特别是执行对高度防空威胁区域纵深突防任务的作战需求。该飞机还设计了可选的人员配备功能，这意味着它有可能在有机组人员和没有机组人员的情况下自动运行。先进的航空电子和系统集成无疑将被纳入 B-21的设计中，这将提供增强的通信传感器和电子战能力，使 B-21能够与网络战环境的其他要素协同运行。B-21体现了战略轰炸和隐形技术的最高技术。第9 CHAMP 全称反电子系统高空帅微波先进导弹计划，是一种基于巡航导弹的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它借助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突防能力强的特点，目的是为了夺取战场内的制电磁权以及对重要战略目标进行先遣电磁打击。与传统的动能武器不同， CHAMP 是在目标上空飞过，并不摧毁目标，且具有非动力、低附带损害的性能，能够降级、破坏或者毁坏电子系统。作为一种将毫米波或者波长更短的微波像是激光那样集中照射某一点，又或者某一个目标的特殊武器，高能微波武器不仅能够有效干扰和破坏敌军的各类电子系统，甚至还可以干扰和击落无人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敌军士兵进行杀伤。第8自主武器系统。自主武器是指能够在无人干预情况下独立搜索、识别并攻击目标的一种新式武器，包括某些防御武器所具有的能够拦截来袭的导弹、火箭弹和炮弹或附近的飞机的自主模式，均属于自主武器的雏形。作为一种新式武器，有专家认为其出现可能改变战争模式，但全自主武器尚不存在。世界各强权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尚未决定是否部署这类武器。但某些武器装置已具有部分自主系统，特别是在识别和攻击目标方面。但自主武器的研发带给人们更多的担忧，主要在攻击目标方面，人们担心自主武器无法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从而造成对人道法的违反。此外，由于自主武器的操作者不明，谁应为武器的过错承担责任变得扑朔迷离。第7量子雷达。2012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利用光子的量子特征创建了一个可抗干扰的雷达信号。通过这项新技术，可以探测到各种类型的雷达隐形物体，解码光子的量子特征，确保该信号的真实性。所以，这种雷达能轻易探测到隐形飞机，而且几乎是不可被干扰的。该技术的原理与量子密钥分配加密技术比较类似，在窃听者试图改变量子特性时，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2016年8月，中国电科首部基于单光子检测的量子雷达系统在14所研制成功，并且在外场完成真实大气环境下目标探测试验，获得100公里级探测威力，探测灵敏度极大提高，指标均达到预期效果，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第6远程反舰导弹。反舰导弹从上个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在历次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诸如隐身、先进制导等技术的运用，其战术水平和指标有了较大的提高，射程、威力、抗干扰能力成倍的提高。
中国鹰击100反舰导弹的出现，使得中国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鹰击100反舰导带来的影响，不单单是一枚导弹，而是整个系统的支持，具有抵御各种威胁的底气，毫不畏惧。第五，高能液体激光器。美国国防高级项目局当前正在研发这一武器。这些高级的激光武器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它们能够运用光的速度和力量抵抗多重威胁。武器级的激光现在已成为事实，但在实际空战中过于笨重。国防高级项目局希望制造一种足够轻便的150千瓦激光武器，装备在战斗机上。液体激光器类似于固态激光器，但它们使用的是一种冷却液体，它通过与固体激光材料集成的通道流动。一个关键的技巧是确保冷却液的折射率与固体激光材料的折射率完全一样。液体和固体的完美匹配可以避免它们之间边界的任何折射或反射。其功率是相同重量的当前激光的10倍，能够部署在飞机、地面车辆和船舶上。第四，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是美国空军正在发展的导弹，它力求能在数分钟内完成对恐怖组织首领等美军方认定的高价值个人目标的远程打击。其关键在于研制出一种能6.5倍音速的极高速度携带弹头飞行的高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按照这个速度，从乌鲁木齐直飞上海只需30分钟甚至更少，而一般的民航班机要几小时。与需要携带大量氧化剂的传统导弹不同，这种新式导弹的发动机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将自带燃料和空气中的氧气进行混合，从而产生出极高的速度。据参与项目的专家透露，这种可重复使用的高超声速导弹外形尺寸比同类导弹要小得多，只有后者的1半大小，但却具备攻击5000千米外目标的能力。第三，战术高能激光器。为了在未来战争中继续保持先进装备武器的优势地位，实现美国颠覆性创新制衡目标，美国防部大力支持激光武器发展，并积极推动其走向实战化。这种激光武器由孵化刀化学激光器、雷达、激光束定向器、火控系统等组成，安装在几辆车上，可以在地面机动。孵化刀激光器功率为40万瓦，发射孔径0.7米。能对付10公里内的战术飞行目标，一旦发现目标，几秒钟内就可将其击毁。强激光武器的激光以光束传播，命中率极高，激光束质量近于0，几乎无后坐力，因而能迅速转移火力，在短时间内拦截多个目标。缺点是随着射程增大，激光束发散角增大，功率密度下降，毁伤效果降低，恶劣环境对其影响也很大。第二，电磁轨道炮。电磁轨道炮是利用电磁发射技术制成的一种先进的动能杀伤武器。轨道炮由2条平行的导轨组成，弹丸夹在2条导轨之间，2轨接入电源，电流经一导轨流向弹丸，再流向另一导轨，产生强磁场，磁场与电流相互作用，产生强大的安培力，推动弹丸达到很高的速度，大约是音速的7倍。第一弹丸约能在6分钟内飞行200海里，初始速度达到2500米每秒，比普通枪弹的速度快23倍。带有巨大动能的弹丸通过直接撞击目标将其摧毁，威力极大。同时，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减少炮弹的飞行时间，使炮弹不易受到干扰，保证了炮弹的精度。2是炮弹体积小，重量轻。3是生存能力强，炮弹几乎不装填炸药，又可减少炮弹在制造、运输、储存方面的安全隐患。第一，激光武器。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对高能激光武器开展了大量研究，旨在执行防空反导等战略任务。进入21世纪后，美国、俄国和法国等国都投入了巨额资金发展激光武器。目前，美国已完成33千瓦级激光武器的海上测试，德国也完成了10千瓦激光武器的舰上测试，验证了样机对目标的识别、捕捉、跟踪能力。相比于传统的导弹和火炮，激光武器具有光一般的攻击速度，
强大的多目标交战和迅速再瞄准能力，以及取之不尽的载弹量、极低的发射递增成本等众多优点，将成为未来舰艇防御的重要手段。虽然它的破坏力很强，但激光武器也有缺点，那就是不能全天候作战，受限于大雾、大雪、大雨，且激光发射系统属精密光学系统，也受大气影响严重，如大气对能量的吸收、大气扰动引起的能量衰减、热晕效应、湍流以及光束抖动引起的衰减等。这些武器够不够先进？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视频，就点击主页浏览、关注。感谢观看，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再次相遇。